你好，欢迎每天听睡前故事。今晚我们来聊聊一个特别的女人——阴丽华。在中国历史上，她几乎是唯一一个让皇帝说出“娶妻当得阴丽华”这样誓言的女子。但更令人动容的不是她的美貌，而是她在乱世中的选择。她让出了皇后之位，却赢得了一生的尊重。她不争不抢，却成为东汉最稳定的后宫支柱。她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东西不是靠争夺得来的，而是被时间慢慢送到你手中的。接下来，请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旅程。第一章：少年相识，最早的心上人。故事要从公元前5年的南阳郡新野县说起。那一年春天来得格外早，新野县城外的桃花林开得正盛，粉白色的花瓣随风飘落，像是给这个平静的小城披上了一层轻纱。在这座小城里，住着南阳郡最显赫的家族之一殷氏。殷家是当地的豪族，世代经商，家资丰厚。但真正让殷家在南阳立足的，不是财富，而是家族的声望和教养。殷家的家主殷禄是个温和儒雅的商人，他深知乱世将至，所以格外注重子女的教育。他常说：乱世藏经，盛世藏书。我们殷家要两样都藏。在殷禄的几个孩子中，最小的女儿殷丽华生得格外出挑。史书上形容她丽质天成，温婉娴静，但这8个字远远不足以描绘这个女孩的特别之处。15岁的殷丽华有着一张精致到近乎完美的脸，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艳丽，而是一种让人看了就心生欢喜的柔和之美。她的眉眼温柔，笑起来有2个浅浅的酒窝。最特别的是她的气质，那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宁静和从容。这种气质来自殷家的家教。殷家虽然富裕，但从不张扬。殷丽华从小就被教导要富而不骄，贵而不傲。她读过诗书，习过女红，懂得礼仪，也明白分寸。但她不是那种死板的大家闺秀，她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坚持。那个春天，殷丽华常常坐在自家后院的桃树下读书。她喜欢《诗经》，尤其喜欢那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她觉得这句诗写的不只是桃花，更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明媚灿烂，但不张扬。她不知道，就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已经把她记在了心里。那个人叫刘秀。刘秀是南阳郡蔡阳县人，家境远不如殷家。他的父亲刘钦曾经做过济阳县令，但在他9岁那年就去世了。从此，刘秀和哥哥刘演、姐姐们被叔父刘良收养。虽然也是刘姓宗室，血统上可以追溯到汉景帝，但到了刘秀这一代早已没落。他们家最值钱的东西，大概就是那个皇族后裔的名号。听起来很美，但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换钱花。年轻的刘秀和他哥哥刘演截然不同。刘演豪爽侠义，喜欢结交天下豪杰，家里常常宾客满座；而刘秀性格沉稳，更喜欢安静的种地、读书。乡里人都觉得这兄弟俩中将来有出息的一定是刘演。但刘秀心里有自己的想法，他虽然话不多，但观察得很仔细。他看着天下的局势，看着民间的疾苦，心里默默记着。他20出头的时候去过几次长安求学，在那个天子脚下的城市里，他见识了什么叫权贵的奢靡，也看清了什么叫王朝的腐朽。回到南阳后，刘秀变得更加沉默了，但他的眼神里多了一种别人看不懂的东西，那是野心的种子正在他心里悄悄发芽。但那时候的刘秀还只是一个普通的落魄宗室子弟，他最大的愿望，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娶妻当得阴丽华，仕宦当作执金吾。第一次见到阴丽华是在一个集市上。那天，刘秀和哥哥刘演一起去新野县城办事，路过集市时，他们看到前面围了一群人，出事儿了。刘演好奇地走过去，刘秀本来没什么兴趣，但还是跟了过去。人群中，一个小贩的摊子被撞翻了，瓜果滚了一地。一个骑马的贵公子正在训斥小贩，说他的摊子挡了道。小贩跪在地上，不停地道歉，额头都磕破了。就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这位公子，是你的马惊了，撞翻了摊子，怎么反倒怪起人家来了？”人群安静了。刘秀抬头看到了那个说话的女孩。她穿着月白色的衣裙，头发简单的挽起，用一支木簪固定，脸上没有脂粉，但皮肤白得像瓷器。最吸引人的是她的眼睛清澈坦然，没有一丝畏惧。那个贵公子愣了一下，大概是被这个女孩的气质镇住了。
他讪讪地丢下几个铜钱，骑马走了。女孩蹲下身帮小贩捡起地上的瓜果，她的动作很自然，好像这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姑娘，您这是小贩不知所措。没事儿，这些瓜果还能卖。女孩微笑着说，就是这个笑容让刘秀的心跳漏了一拍。那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家千金施舍般的笑，而是一种真诚的、温暖的笑。那笑容里有善良，有教养，也有一种刘秀说不清的东西。等女孩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刘演才拍了拍弟弟的肩膀，看傻了。刘秀回过神来，脸微微有些红。那是谁？他问。你不知道，那是殷家的小姐殷丽华。刘演笑着说：南阳第一美人，你现在才知道。刘秀没有说话，但那一刻他心里已经认定了一件事，这辈子他要娶的就是这个女孩。回家后，刘秀做了一件很不像他的事，他去找哥哥打听殷家的情况。殷家，刘演挑了挑眉，你该不会是真的看上人家姑娘了吧？刘演叹了口气，老弟，不是我打击你，殷家是什么？人家南阳首富，世代豪族殷丽华的几个哥哥，个个都是人中龙凤。他父亲殷禄虽然是商人，但在南阳的名望比县令还高，这样的人家会把女儿嫁给咱们？刘演摇摇头，咱们家现在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刘秀沉默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眼神坚定，会的，总有一天我会配得上她。那天晚上，刘秀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下了那句后来流传千古的话：娶妻当得殷丽华。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情话，而是一个男人对自己立下的誓言。而在新野县殷家的后院里，殷丽华也在想着白天集市上发生的事。他的母亲邓氏问他，今天出去可有什么收获？殷丽华想了想，说见到了一个有趣的人。哦，什么样的人？一个看起来很普通，但眼神很特别的人。殷丽华轻声说，他看我的时候，不是那种轻浮的眼神，而是很认真，好像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邓氏笑了，你这丫头，什么时候学会看人了？殷丽华没有说话，她只是觉得那个站在人群里的年轻人和她见过的那些纨绔子弟都不一样。他身上有一种沉静的力量，就像一棵还没长起来的树，但你能感觉到总有一天它会长成参天大树。那个春天过后，刘秀和殷丽华又见过几次面，都是一些很偶然的场合，殷家举办的文会，新野县的节庆活动。每次见面他们都没有说太多话，只是远远地看着对方。但就是这种看，让两个人心里都埋下了种子。刘秀开始更加努力，他知道要娶殷丽华，光有一个宗室的名号是不够的，他需要真正的实力，真正的地位。他白天种地，晚上读书，他读兵书，读史书，也读那些治国安邦的典籍。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读就是一整夜。刘演看在眼里，笑着说：老弟，你这是疯了，为了一个女人，至于这么拼命吗？刘秀抬起头，眼神清明，不只是为了她，也是为了我自己。而殷丽华也在悄悄地成长，她开始更加留意天下的局势。她听父亲和哥哥们讨论时政，听他们分析王朝的未来。她发现这个看似繁华的时代，其实已经千疮百孔，民间的苦难，朝廷的腐败，都在预示着一个巨大的风暴即将来临。殷丽华心里有一种预感，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繁华的都城和奢靡的生活，而是一个真正能拯救苍生的人。那个人会是谁呢？他想起了那个在集市上沉默地看着他的年轻人，他的眼神让他觉得也许他能懂。2年后，机会来了，殷家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文会，邀请了南阳郡所有的名流。刘演也收到了邀请，他带着弟弟刘秀一起去了。那天殷家的宅院里宾客满座，殷丽华作为殷家的女儿，自然要出面招待客人。她穿着一袭淡蓝色的长裙，头发挽成了流云髻，只用一支玉簪固定。她站在花厅里，温婉地和客人们寒暄。她的举止得体，言谈大方，让所有人都赞不绝口。刘秀站在人群的边缘，静静地看着她。他发现2年过去了，殷丽华变得更美了，但这种美不只是外表，更是一种内在的成熟和从容。文会上，有人提议让在场的年轻人赋诗一首，刘演很快就写了一首豪迈的诗，引得满堂喝彩。轮到刘秀时，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写类似的东西，
但刘秀却写了一首很特别的诗，诗的内容已经失传了，但据说那首诗写的是一棵桃树，桃树在早春开花，灼灼其华，但桃花不骄不躁，静静地开着，等着结果的时节。阴丽华读到这首诗时，心里微微一动，他抬起头看向刘秀，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然后又各自移开。但那一刻，他们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意。国会结束后，阴丽华的父亲阴禄叫住了刘秀：“小兄弟，你的诗写得很好。”阴禄温和地说：“但我看得出来，你心里装的不只是诗。”刘秀有些紧张，但还是坦诚地说：“是的，晚辈确实有一些想法，关于我女儿的。”阴禄直接问。刘秀点了点头。阴禄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知道你的家境，说实话，按照门第，你们家和我们家是不相配的。”刘秀的心一沉。但阴禄接着说：“不过我这个人看人，不只看现在，还看将来。我女儿也是这样的人。所以年轻人，如果你真的有心，就拿出你的本事来，让我看看你配不配得上她。”那天晚上，刘秀回到家里，整夜未眠。他知道这是阴禄给他的机会，也是最后的考验。而在阴家，阴丽华也睡不着。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星空。他想起了那首诗，想起了那个眼神坚定的年轻人。他不知道命运会把他们带向何方，但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个男人将会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那一年，阴丽华17岁，刘秀25岁。他们还不知道，一场改变天下的风暴正在悄悄酝酿，而他们的故事也将在这场风暴中书写出最动人的篇章。第2章，乱世成婚，嫁的不是皇帝。时间很快来到了公元22年。这一年，整个天下都在动荡，王莽的新朝已经摇摇欲坠，各地的起义军如同春笋般冒出，饥荒、战乱、死亡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在南阳，绿林军和燕陵军已经声势浩大，而燕陵军的首领之一正是刘演。刘秀也跟着哥哥起兵了。当阴丽华听到这个消息时，她正在后院的桃树下读书，侍女匆匆跑来说外面传遍了刘家兄弟起兵了。阴丽华的手微微颤了一下，她放下书，站起身，看着院墙外的天空，那里升起了浓浓的黑烟，不知道又是哪里在打仗。小姐，您不担心吗？侍女小心翼翼地问。阴丽华摇摇头，担心也没用，该来的总会来。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手指却紧紧地攥着衣角。那段时间，南阳郡陷入了混乱，殷家作为当地豪族，自然也受到了影响。很多人来找殷禄，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有人劝殷禄支持绿林军，有人劝他支持洛林军，还有人劝他保持中立，等着看风向。殷禄每天都在书房里和几个儿子商量对策。殷家虽然富裕，但在乱世中，财富反而成了累赘。一天晚上，阴丽华去给父亲送宵夜，他站在书房门外，听到了父亲和哥哥们的对话。刘演这个人，我了解，他有勇有谋，但太过锋芒毕露。阴禄说，在乱世中，这样的人容易成为众矢之的。那刘秀呢？大哥殷实问。阴禄沉默了一会儿，说：“刘秀这个人不简单，他看起来很低调，但其实心里很清楚。我觉得长远来看，他比刘演更有机会。”殷丽华听到这里，心跳加快了。她推门进去，轻声说：“父亲，宵夜来了。”殷禄看着女儿，突然问：“丽华，你怎么看刘秀这个人？”殷丽华没想到父亲会这么问，她想了想，认真地说：“我觉得他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为什么？”殷禄追问：“因为他懂得隐忍。”殷丽华说：“在这个乱世里，太过张扬的人，往往走不远。真正能笑到最后的，是那些懂得等待、懂得积蓄力量的人。”殷禄赞许的点点头：“你说的对。所以，如果有一天刘秀来求娶你，你愿意吗？”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殷丽华的脸红了，但她还是抬起头，坚定地说：“父亲，女儿愿意，即使她现在只是一个起义军的将领，即使她的前途未卜。”殷禄继续问：“即使如此？”殷丽华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女儿相信她。那天晚上，殷禄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决定支持刘秀，不只是政治上的支持，还有家族上的支持。几天后，刘秀带着几个亲信秘密来到了殷家，他来是为了寻求殷家的支持。燕国林军虽然声势浩大，但粮草、钱财都很缺乏。殷家如果愿意支持，对他们来说将是巨大的助力。殷禄在书房里接见了刘秀。
两个人聊了很久，从天下大事到军事策略，再到对未来的规划。英露越聊越觉得这个年轻人确实不简单。最后，英露说：“我可以支持你，但我有一个条件，请说。”刘秀恭敬地说：“娶我的女儿。”英露直截了当：“我要把丽华嫁给你。”刘秀愣住了，他没想到英露会主动提出这件事儿。可是刘秀有些犹豫，现在时局不稳，我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会怎样，而且我不想让丽华跟着我受苦。英露摇摇头：“我女儿自己的选择，我尊重，而且我相信你不会让她失望。”那天晚上，殷丽华被叫到了书房，父亲告诉他，刘秀来求娶了。虽然现在时局动荡，但如果他愿意，婚事可以尽快办。殷丽华看着父亲，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刘秀，刘秀的眼神里有期待，也有不安。我愿意。刘秀的眼睛亮了起来，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拥有了全世界。婚礼在1个月后举行，按理说殷家这样的豪门办婚礼应该是大张旗鼓的，但考虑到时局，殷路决定从简。婚礼那天，殷家的宅院里布置得很简单，但处处透着用心。红色的灯笼挂满了院子，院子里的桃树也正好开了花。殷丽华穿着红色的嫁衣，头戴凤冠，她站在镜子前，看着镜中的自己。小姐，您今天真美。侍女在旁边说。殷丽华微微一笑，但心里却有些忐忑。她不是那种天真的少女，幻想着嫁给一个王子，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她很清楚，她嫁的不是一个安稳的丈夫，而是一个正在打仗的将军。她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她不后悔，因为她相信这个男人值得她赌上一生。迎亲的队伍来了，刘秀骑着马，穿着新郎的礼服，站在殷家的门口。他看起来有些紧张，手心都在冒汗。但当他看到殷丽华走出来时，所有的紧张都消失了。殷丽华坐在花轿里，透过轿帘看着外面的世界。他听到了鞭炮声，听到了人们的祝福声，也听到了刘秀的马蹄声。那一刻，他突然觉得很安心。婚礼很简单，但很温馨，没有繁琐的礼节，没有铺张的排场，只有两个人真诚的誓言。拜堂的时候，刘秀看着殷丽华，认真地说：“丽华，我知道现在我能给你的不多，但我保证，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成为这世上最尊贵的女。我只希望，无论将来如何，我们都能在一起。”那天晚上，在新房里，两个人终于可以安静地聊天。刘秀拉着殷丽华的手，有些愧疚地说：“对不起，让你嫁给我这样一个前途未卜的人。”殷丽华握紧了他的手，说：“我嫁的不是皇帝，也不是什么达官贵人，我嫁的是你这个人。无论你将来是什么身份，在我心里，你都是那个在集市上默默看着我的刘秀。”刘秀的眼眶红了，那一刻，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对得起这个女人的信任。新婚的日子短暂而甜蜜，但好景不长，婚后不到2个月，刘秀就不得不离开，继续跟着大军征战。临走前，殷丽华送他到门口，他没有哭，只是紧紧地抱着他，说：“你要保重，等你回来。”刘秀也抱着他，在他耳边轻声说：“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看着刘秀的背影消失在远方，殷丽华转身回到院子里，她看着那棵桃树，心里默默祈祷。她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日子，殷丽华过得并不轻松。虽然她还住在殷家，但作为刘秀的妻子，她也开始承担起一些责任。她帮着父亲和哥哥们筹集粮草，照顾那些受伤的士兵，甚至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医术。她不再是那个只会读书绣花的大家闺秀，她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有担当。但最难熬的是等待。每次听到前线传来的消息，殷丽华的心都会紧紧地揪起来。她害怕听到坏消息，害怕失去刚刚得到的幸福。有一次，有人传来消息说刘秀在战场上受了重伤，殷丽华听到后，整个人都呆住了。她立刻准备好行李，想要去前线看他，但被父亲拦住了。丽华，你这样去只会给他添乱。殷露说：“你要相信他，他会回来的。”殷丽华含着泪点了点头。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桃树下，看着天上的星星，她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他一定会回来的，他一定会回来的。”几天后，刘秀真的回来了，他确实受了伤，但不算严重。看到殷丽华时，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让你担心了。”殷丽华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抱着他，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襟。
那一刻，刘秀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他一定要打赢这场仗，一定要给这个女人一个安稳的未来。时间很快到了公元23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绿林军攻下了长安，王莽被杀，更始帝刘玄即位，建立了汉朝。刘演和刘秀兄弟因为战功卓著，被封为大司徒和大司马。听起来这是一个好消息，但阴丽华却隐隐约约地感到不安。他对刘秀说：功高震主不是什么好事儿，你要小心。刘秀点点头，他知道妻子说的对。更始帝刘玄是一个小心眼的人，他容不下刘演兄弟的功劳太大。果然，没过多久，悲剧发生了。刘演因为功劳太大，引起了更始帝的猜忌。在一场宴会上，刘演被设计杀害。听到这个消息时，刘秀正在前线，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想要立刻回去为哥哥报仇。但阴丽华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他劝他要忍耐，要韬光养晦，现在还不是复仇的时候，他要保全自己，才能为哥哥报仇。刘秀读完信，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知道妻子说的对，他必须忍耐，必须等待。于是，刘秀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他主动向更始帝请罪，说自己管教不严，愿意接受惩罚。他收敛起所有的锋芒，变得低调而顺从。他不再居功自傲，而是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更始帝。这种转变让很多人都看不懂，但阴丽华明白，这是刘秀在保全自己。那段时间，刘秀被派去河北平定叛乱，这本来是一个苦差事，但对刘秀来说却是一个机会。临走前，刘秀来看阴丽华，两个人站在院子里，谁都没有说话。最后，还是阴丽华打破了沉默。你要去多久？他问。不知道，可能很久。刘秀说。阴丽华点点头。那你要保重。刘秀看着他，突然说：丽华，如果我一去不回，你不会的。阴丽华打断他。你会回来的，我相信你。刘秀握住他的手，认真地说：等我回来，我会给你一个交代。阴丽华笑了，我不需要什么交代，我只要你平安回来。那天晚上，两个人相拥而眠，谁都没有说话，但彼此的心意都明白。第二天一早，刘秀就出发了。阴丽华站在门口，目送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晨雾中。他心里有一种预感，这次分别将会是一个很长的分别。他不知道的是，当刘秀再次回来时，一切都变了。那时候，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低调的将军，他成了河北的主人，成了天下瞩目的英雄，而他也将面临人生中最艰难的选择。但那都是后话了。现在，阴丽华只是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桃树，桃花又开了，灼灼其华。他在心里默默地说：等你回来，无论多久，我都会等你。第3章，让出皇后，最关键的决定。公元24年春天，河北的战事终于告一段落。刘秀在这片土地上站稳了脚跟，他不再是那个依附于更始帝的将军，而是拥有自己势力的诸侯。但代价也是巨大的。这1年多的征战让刘秀身心俱疲，每天都在打仗，每天都在算计，他几乎没有一天能安稳的睡觉。他想念阴丽华，想念她的温柔，想念她的笑容，想念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平静的日子。但他知道现在还不是回去的时候。河北虽然稳定了，但整个天下还在混乱中。他要在这里建立自己的根基，才能保护好那个在南阳等着他的女人。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一切。这个人叫郭圣通。郭圣通是真定王刘阳的外甥女，刘阳在河北有很大的势力，如果能得到他的支持，对刘秀来说将是如虎添翼。而结亲是结盟最好的方式。当刘秀的幕僚们提出这个建议时，刘秀沉默了。他想起了阴丽华，想起了她嫁给自己时的样子，想起了他在她离开前说的那句：我等你回来。主公，这是最好的办法。幕僚劝说刘阳手握重兵，如果能得到他的支持，河北就稳了。可是刘秀犹豫。主公，现在是乱世，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幕僚继续说，等将来平定天下了，再好好补偿殷夫人也不迟。刘秀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知道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在大局面前，他不得不做出这个选择。几天后，刘秀见到了郭圣通。郭圣通是个很漂亮的女子，比阴丽华年轻几岁，容貌也很出众。更重要的是，她出身名门，又有刘阳这个强大的后台。但刘秀看着她时，心里却没有任何波动。
他在想，如果是阴丽华站在这里，该有多好。婚事很快就定下了，刘洋很高兴，他承诺会全力支持刘秀。果然，有了刘洋的支持，刘秀在河北的势力迅速壮大。婚礼办得很隆重，远比当初在南阳和阴丽华的婚礼隆重得多。但刘秀心里却没有任何喜悦。新婚之夜，郭圣通很兴奋，他觉得自己嫁给了一个即将成为天下之主的男人，这是多么荣耀的事。但刘秀却心不在焉，他看着窗外的月亮，想起了远在南阳的阴丽华。他想，他现在在做什么呢？是不是还在等着他回去？如果他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想？刘秀不敢想象。就在刘秀和郭圣通成婚的第3天，南阳传来了消息，殷家出事了。有人告发殷家资助反贼，跟史地派人来查抄。虽然最后证明是诬陷，但殷家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听到这个消息，刘秀坐不住了，他立刻派人去南阳，把殷丽华和殷家的人都接到了河北。当殷丽华到达河北时，已经是深秋了。他坐在马车里，看着窗外陌生的景色，他知道这次来可能就回不去了。马车在一座大宅前停下，侍女掀开帘子说：“夫人到了。”殷丽华下了马车，抬头看着这座陌生的宅院，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迈步走了进去。院子里，刘秀正在等她。看到殷丽华的那一刻，刘秀的眼眶红了。他快步走过去，想要拥抱她，但又停住了，因为他看到了殷丽华的眼神。那眼神里没有责怪，没有怨恨，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淡然。你来了，刘秀轻声说。殷丽华点点头，我来了。2个人站在院子里，谁都没有说话。秋风吹过，落叶纷纷。最后，还是殷丽华打破了沉默。我听说了，她平静地说。恭喜你。刘秀愣住了。你不怪我？殷丽华摇摇头。我不怪你，我知道，你是为了大局。对不起，刘秀的声音有些哽咽。我辜负了你。殷丽华看着他，眼神依然平静。你没有辜负我，你只是做了你必须做的选择，我理解。但这种平静反而让刘秀更加难受。他宁愿殷丽华骂他、打他，也不愿意看到他这样波澜不惊的样子。那天晚上，刘秀安排殷丽华住在另一个院子里。殷丽华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看着窗外的月亮。她想起了在南阳的那些日子，想起了和刘秀新婚时的甜蜜，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但她很快就擦干了眼泪。她告诉自己不能哭，她要坚强，要面对现实。第2天，殷丽华主动去拜见了郭圣通。郭圣通见到殷丽华时有些紧张，他听说过这个女人，知道她是刘秀的原配夫人，也知道刘秀对她有着特殊的感情。但让他意外的是，殷丽华表现得非常得体，她没有摆出正式的架子，也没有刁难他，相反，她很温和，很有礼貌。郭夫人，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还请多多照应。殷丽华微笑着说。郭圣通有些不知所措，殷夫人客气了，应该是我向您学习才对。2个女人客套地聊了一会儿，表面上看起来很和谐，但彼此心里都明白，这种和谐是脆弱的。接下来的日子，殷丽华很少出门，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院子里读书、绣花，或者只是静静地坐着。刘秀很想去看她，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每次走到她的院子门口，他都会停下来，然后又转身离开。而郭圣通则越来越受宠，他为刘秀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刘强。刘秀很高兴，对郭圣通也更加好了。但他心里始终有一个位置是留给殷丽华的。公元25年，一个改变所有人命运的时刻到来了。这一年的6月，刘秀在第一城称帝，建立东汉，改元建武。他终于不再是那个寄人篱下的将军，而是一个真正的皇帝。称帝的那天，整个德尔城都沸腾了，百姓们欢呼雀跃，文武百官纷纷跪拜。但在人群中，有一个人却显得格外平静，那就是殷丽华。他站在远处，静静地看着高台上的刘秀，他看着他接受百官的朝拜，看着他登上皇位。那一刻，他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在南阳集市上的那个下午，那时候的刘秀还只是一个落魄的宗室子弟，眼神里却藏着野心和梦想。现在他的梦想实现了，而他也该做出他的选择了。称帝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册立皇后。按照礼法，皇后应该由原配夫人担任，也就是说殷丽华应该是皇后。但问题是，郭圣通已经为刘秀生了儿子，而且他背后有刘洋的势力支持。
如果不立她为后，刘洋那边很可能会有意见，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大臣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立阴丽华，因为他是原配；另一派支持立郭圣通，因为他有子嗣，也有势力支持。双方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刘秀决定亲自去问阴丽华的意见。那天傍晚，刘秀来到了阴丽华的院子。阴丽华正在院子里浇花，她穿着素色的衣裙，头发简单的挽起，看起来和多年前在南阳时没什么两样。听到脚步声，阴丽华转过身来，看到刘秀，她微微一笑：皇上来了。这个称呼让刘秀心里一痛。你还是叫我刘秀吧，他说。阴丽华摇摇头，理不可废，你现在是皇帝，我是你的妃子。刘秀走过去，握住她的手，丽华，皇后的位置，我想留给你。阴丽华看着他，眼神复杂。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原配，是我最先娶的妻子。刘秀认真地说，而且我欠你的太多了。阴丽华沉默了很久，然后轻声说，你不欠我什么，我嫁给你的时候就知道会有这一天。那你愿意做皇后吗？刘秀问。阴丽华看着他，缓缓摇了摇头，我不愿意。刘秀愣住了，为什么？阴丽华松开他的手，转身看着院子里的花，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做了皇后，会有很多人不高兴，郭夫人会不高兴，刘洋会不高兴，那些支持郭夫人的大臣也会不高兴，到时候后宫不安，朝堂不稳，这不是你想看到的，也不是我想看到的。刘秀想要说什么，但阴丽华继续说，而且我真的不在乎那个位置，我嫁给你，不是为了做皇后，我嫁给你，是因为我相信你这个人，现在你实现了梦想，我为你高兴。至于我是贵妃还是皇后，真的不重要。刘秀的眼眶红了，可是我想给你最好的。阴丽华转过身，温柔地看着他，你已经给了，你给了我一个选择的权利，给了我一个安稳的家，给了我一个可以等待的未来，这些已经够了。那天晚上，刘秀在阴丽华的院子里待了很久，两个人聊了很多，聊过去，聊未来，也聊他们之间的感情。最后，阴丽华说，你去立郭夫人为后吧，她有儿子，也有势力支持，这对朝廷的稳定有好处。那你呢？刘秀问。我阴丽华笑了，我会在这里一直等着你，就像我在南阳等你一样。刘秀握着他的手，久久没有说话。第二天，刘秀宣布册立郭圣通为皇后，立他的儿子刘强为太子。消息传出，朝野震动，很多人都为阴丽华感到不平，但阴丽华自己却显得很平静。她继续住在自己的院子里，继续过着简单的生活。他不参与后宫的斗争，也不干涉朝政，他只是安静地做自己的事。但所有人都知道，在皇帝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始终是他。郭皇后虽然得到了皇后的位置，但她心里明白，自己永远也得不到刘秀真正的心，这让她感到不安，也让她对阴丽华产生了深深的嫉妒。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后宫中悄悄酝酿。第4章，长期为妃，不争不害不结党。建武2年初春，阴丽华的院子里桃花又开了。她坐在树下，手里拿着一卷诗经，但目光却落在那些粉白的花瓣上。10几年了，从南阳到河北，从少女到妇人，唯一不变的就是这每年春天盛开的桃花。夫人，皇上来了。侍女小心翼翼地通报。阴丽华放下书，起身迎接。刘秀穿着便服走进院子，脸上带着疲惫，又在看书。刘秀在他身边坐下，闲来无事，总要找点事儿做。阴丽华微笑着给他倒了杯茶。刘秀喝了一口茶，长长的叹了口气，还是你这里安静。阴丽华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他知道刘秀最近压力很大，虽然称帝了，但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各地还有很多割据势力，朝廷内部也矛盾重重，而后宫也不安宁。郭皇后虽然坐上了皇后的位置，但她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她知道刘秀心里最爱的是阴丽华，这让她感到愤怒和嫉妒。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郭皇后开始在后宫中培植势力。她拉拢其他妃嫔，排挤那些和阴丽华关系好的人。她甚至开始干预朝政，利用自己叔父刘洋的势力，在朝堂上为自己争取利益。这一切，阴丽华都看在眼里。有一次，郭皇后身边的宫女来找阴丽华，说皇后想请她过去说说话。
阴丽华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但她还是去了。在郭皇后的宫殿里，两个女人面对面坐着。殷贵妃，好久不见。郭皇后笑着说，但笑容里没有温度。皇后娘娘召见，不敢不来。阴丽华平静地说。郭皇后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然后说：“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皇后的位置应该是你的。”阴丽华没有说话。郭皇后继续说：“但你也知道，这个位置现在是我的，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殷丽华抬起头，看着他，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皇后娘娘，那就好。郭皇后放下茶杯，我听说皇上最近常去你那里，我希望你能劝劝皇上，让他多关心关心太子，毕竟太子是国家的未来。殷丽华明白了，郭皇后这是在警告她，不要和刘秀走得太近，不要威胁到太子的地位。皇后娘娘放心。殷丽华站起身，我明白分寸，告退了。回到自己的院子后，殷丽华独自坐了很久。侍女担心地问：“夫人，您没事吧？”殷丽华摇摇头：“我没事儿，只是在想，这后宫的日子还要过多久？”那天晚上，刘秀又来了，他看起来心情不太好。怎么了？殷丽华问。刘洋又在朝堂上闹事了。刘秀揉着太阳穴，他仗着是郭皇后的叔父，越来越跋扈。殷丽华给他按摩着肩膀，轻声说：“要不要我去和皇后说说？”不用。刘秀握住他的手：“你不要卷进这些事里，你就在这里安安静静的待着就好。”可是殷丽华想说什么，但还是停住了。刘秀看着他，认真的说：“丽华，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我需要你不争不抢，不参与任何派系斗争。”刘秀说：“后宫现在很复杂，各种势力都在拉帮结派，你如果也卷进去，只会让事情更糟。”殷丽华看着他，慢慢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做一个定海神针？”刘秀惊讶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了解你。”殷丽华微笑着说：“你担心后宫失控，担心那些妃嫔们勾结外臣，威胁朝政，所以你需要一个人，一个不属于任何派系，但又有足够分量的人，来稳定后宫。而我，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刘秀的眼眶红。“又要委屈你了。”殷丽华摇摇头：“不委屈，我愿意帮你。”从那以后，殷丽华更加谨慎地处理自己在后宫的位置。她不结交任何妃嫔，也不参与任何小团体。她对每个人都很和气，但又保持着距离。有妃嫔想拉拢她，她温和地拒绝；有人想利用她对付郭皇后，她也不参与。她就像一个旁观者，安静地看着后宫的风云变幻，但从不掺和其中。这种态度让很多人都看不懂，有人觉得她是太软弱，有人觉得她是太聪明。但只有刘秀知道这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定力。建武5年，郭皇后为刘秀又生了几个孩子，她的地位看起来越来越稳固，但她对殷丽华的戒心反而越来越重，因为她发现无论她做什么，刘秀对殷丽华的感情都没有改变。只要有时间，刘秀就会去殷丽华的院子。有一次，郭皇后在宫宴上当众说：“陛下，最近国事繁忙，你应该多休息，不要总往贵妃那里跑，免得累坏了身体。”这话说得很不客气，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尴尬起来。刘秀的脸色沉了下来，但他还是压住了火气，只是淡淡的说：“朕的事不劳皇后操心。”殷丽华坐在一旁，什么也没说，她只是端起酒杯，轻轻地喝了一口。但所有人都看到了她的手在微微颤抖。宫宴结束后，刘秀来到了殷丽华的院子。“对不起。”他一进门就说。“为什么要说对不起？”殷丽华平静地问。“我不该让你受这种委屈。”殷丽华摇摇头：“这不是委屈，这是我的选择。”她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夜空。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想，如果当初我争一争，也许现在的皇后就是我了。但后来我想明白了，那个位置真的不适合我。为什么？刘秀问。因为我不够强硬。殷丽华转过身。做皇后需要在后宫立威，需要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需要为自己的儿子争取利益，这些我都做不到。我只想安安静静地陪着你，不惹事，也不怕事儿。”刘秀走过去，紧紧地抱住他。“对不起，让你这么辛苦。”“不辛苦。”殷丽华轻声说，“只要你心里还有我就够了。”但后宫的风波并没有因为殷丽华的退让而平息。
郭皇后的势力越来越大，她的叔父刘阳在朝堂上飞扬跋扈，他的几个兄弟也都被封了高官，郭氏一族几乎成了朝廷的另一个权力中心。更严重的是，郭皇后开始干预太子的教育，她要求所有教导太子的师傅都必须是她信任的人，她甚至不让刘秀单独见太子，这引起了刘秀的不满。一天，刘秀把阴丽华叫到御书房，丽华，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什么事？阴丽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太子是国家的储君，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这一点皇后娘娘确实做得不对。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刘秀问。阴丽华想了想说：我觉得您应该亲自教导太子，让他知道什么是帝王之道，什么是仁义之心。我会这么做的。但这个决定又一次激怒了郭皇后。他来找阴丽华，语气很不客气：殷贵妃，我只是说了我的看法。你的看法？郭皇后冷笑：你一个没有儿子的人，有什么资格对太子的教育指手画脚？这句话像一把刀，深深地刺进了阴丽华的心。是的，她没有儿子。虽然她和刘秀成婚这么多年，但一直没有怀孕。医生说她身体没问题，但就是怀不上。这成了阴丽华心中最大的痛。看到阴丽华沉默了，郭皇后更加得意。我劝你还是安分点，没有儿子就注定了你在这后宫里只能是个陪衬。说完，郭皇后转身离开了。阴丽华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她不是圣人，她也会痛苦，也会难过。那天晚上，刘秀来看她时，发现她的眼睛红红的。怎么了？他担心地问。阴丽华摇摇头，没事儿，只是风吹的。但刘秀知道她在说谎，他握住她的手，认真地说：丽华，我知道你心里苦，但请你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会给你一个公道。殷丽华看着他，轻声问：真的会有那一天吗？会的。刘秀坚定地说：一定会的。建武9年，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刘阳因为越来越跋扈，终于引起了刘秀的警惕。刘秀决定削弱外戚的势力。他先是找了个借口，把刘阳调离了重要岗位，然后他逐渐收回了郭氏家族的权力。郭皇后发现了刘秀的意图，她很慌张，多次来找刘秀，希望他能保住郭氏的地位。但刘秀态度很坚决，外戚不可干政，这是祖制。可是太子怎么办？郭皇后急切地说：如果郭氏失势，太子的地位会不会受到影响？刘秀看着他，冷冷地说：太子的地位不是靠外戚来保的，是靠他自己的德行和能力。这句话让郭皇后彻底明白了，刘秀对她已经彻底失望了。那段时间，后宫的气氛变得很紧张，郭皇后整天愁眉苦脸，对所有人都很暴躁。而阴丽华依然保持着她一贯的平静。有妃嫔来找她，想拉她一起对付郭皇后，但阴丽华拒绝了。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那个妃嫔不解地问。现在郭皇后失势，正是你上位的好时机。阴丽华摇摇头，我不需要踩着别人上位，而且我也不会趁人之危。你就不恨他吗？他可是对你那么刻薄。阴丽华沉默了一会儿，说：恨吗？也许曾经恨过，但现在我只觉得他可怜。可怜，是的，他拼尽全力想要抓住的东西，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他。他越是用力，就越是痛苦。而我不一样，我从来不强求，所以我反而更快乐。这番话让那个妃嫔若有所思地离开了。建武10年，阴丽华终于怀孕了。这个消息让整个后宫都震动了。郭皇后听到这个消息时，脸色变得很难看。她知道，如果阴丽华生下儿子，自己的地位会更加岌岌可危。刘秀则非常高兴，他几乎每天都要来看阴丽华，关心她的身体。你要好好养着，刘秀温柔地说，这次我一定要保护好你和孩子。阴丽华点点头，她摸着自己的肚子，心里充满了期待。这是她等了这么多年的孩子，无论是男是女，都是她和刘秀的骨肉。但她也知道，这个孩子的到来会给后宫带来更多的风波。果然，在阴丽华怀孕期间，发生了很多怪事。有人在她的饮食里下药，幸好被侍女发现了；有人造谣说她怀的是妖胎，要被侍卫拦住了。刘秀大怒，严查后宫，但始终没有查出幕后主使。阴丽华心里明白，这些事十有八九和郭皇后有关，但她没有说出来。为什么不告诉皇上？侍女愤愤不平地问。没有证据，阴丽华平静地说，而且就算有证据又怎样？她是皇后，我能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算了？
阴丽华看着窗外，轻声说：“不会算了，该来的总会来的，只是不是现在。”10个月后，阴丽华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刘秀抱着这个孩子，高兴得像个孩子。他给孩子取名刘洋，字浩庄。这个孩子的出生彻底改变了后宫的格局，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刘秀真正疼爱的女人生的孩子。而阴丽华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底牌，但她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作风。她不争、不抢、不结党，她只是安静地抚养着儿子，等待着时机。她知道时间会给她答案，而那一天已经不远了。第5章终于为后被时间选中。建武15年深秋，长安的秋天来得很早，宫里的梧桐叶已经黄了大半。阴丽华坐在院子里，看着5岁的儿子刘洋在院子里玩耍。孩子长得很像刘秀，眉眼间有着父亲的英气，但性格却像母亲，温和而稳重。母妃，您看我捡的叶子。刘洋跑过来，手里拿着几片金黄的叶子。阴丽华接过叶子，温柔地摸了摸儿子的头，很漂亮。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叫他们的母亲母后，我却要叫您母妃呢？刘洋仰着小脸问。这个问题让阴丽华愣了一下，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难道要告诉这个5岁的孩子，因为你的母妃让出了皇后的位置，因为你有一个异母的哥哥是太子，因为阴丽华想了想，因为妃妃这个字也很好听啊。刘洋似懂非懂的点点头，然后又跑去玩了。看着儿子的背影，阴丽华叹了口气。这些年来，她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但看到儿子这样问，心里还是有些酸涩。夫人，皇上来了，侍女通报。阴丽华起身，看到刘秀大步走进院子，她的脸色很不好看。怎么了？阴丽华问。刘秀没有说话，只是坐下来，闭上了眼睛。阴丽华没有追问，只是安静地坐在他身边。他知道刘秀心里有事，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过了很久，刘秀才开口：“郭皇后又在闹了。”为什么？她听说我想立刘洋为王，就跑来大闹，说我这是要废掉太子。刘秀揉着太阳穴，明明只是一个普通的封王，他却非要上纲上线。阴丽华沉默了，他知道郭皇后的敏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年来，刘秀对太子刘强的态度确实越来越冷淡。太子最近怎么样？阴丽华问。还是那样。刘秀叹气，懦弱。胆小，没有一点主见。我教他多少次，他就是改不了。他才15岁。阴丽华说：“还有时间，15岁还这样，以后怎么办？”刘秀摇头：“我真的很担心，如果将来让他继承大统，东汉的江山会不会保得住？”阴丽华听出了刘秀话里的意思，他看着他，轻声说：“你是不是在考虑换太子？”刘秀没有否认。阴丽华的心跳快了起来，他知道如果刘秀真的这么做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他的儿子刘洋会成为太子，而他很可能会成为皇后。但他也知道这件事没那么简单。你想清楚了吗？阴丽华认真地问。废太子可不是小事儿。我知道，刘秀说，所以我一直在犹豫。那就再等等。阴丽华说。不要急。刘秀看着他，突然问：“如果我真的要换太子，你会支持我吗？”阴丽华想了很久，然后说：“我会支持你做对国家最好的决定，无论那个决定是什么，即使那个决定对你不利，即使那样。”刘秀握住他的手，眼神里充满了感激和心疼。接下来的几个月，刘秀一直在观察太子，他想给刘强机会，想看看这个孩子能不能成长起来，但结果让他失望了。刘强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郭皇后的溺爱下变得越来越软弱。他害怕承担责任，害怕做决定，甚至害怕见父亲。最让刘秀生气的是，刘强完全被郭氏家族控制了，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听舅舅们的意见，他没有自己的主见，也没有作为储君应有的担当。终于，刘秀下定了决心。建武17年春天，刘秀召集了所有重臣，宣布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决定。朕决定废太子刘强，改立东海王刘洋为太子。这句话一出，整个朝堂都炸了。大臣们分成了2派，一派支持，认为太子确实不堪大任；另一派反对，认为废长立幼不符合礼法。争论持续了好几天。而在后宫，郭皇后得知这个消息后，整个人都崩溃了。她冲到阴丽华的院子，指着她大骂：“都是你这个贱人！
是你在皇上面前说我儿子的坏话。阴丽华站在院子里，静静地听着他骂。你等着。郭皇后红着眼睛说：“我不会让你好过的。”说完，她转身离开了。侍女愤愤不平地说：“夫人，他这是血口喷人，您明明什么都没做，一没关系。”阴丽华平静地说：“他只是太痛苦，可是让他骂吧。”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郭皇后在后宫掀起了一场风暴，她拉拢所有能拉拢的人，想要阻止刘秀废太子。她甚至跑去找太后哭诉阴丽华如何陷害她的儿子。但太后是个明白人，她把郭皇后叫来，严肃地说：“皇后，你要明白，太子之所以被废，不是因为别人陷害，而是因为他确实不够格。”母后，郭皇后想要辩解：“你不要说了。”太后打断她：“这些年你把刘强宠坏了，他现在这个样子，你要负主要责任。”郭皇后愣住了。太后继续说：“而且你看看殷贵妃这些年她做了什么？她什么都没做，但皇上为什么还是选择了他的儿子？因为刘洋比刘强优秀。”郭皇后不甘心地说：“不只是这样。”太后摇头：“更重要的是，殷贵妃从来不争不抢，她用品德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而你呢？你只想着权力，只想着你娘家的利益，这样的皇后怎么可能得到皇上的心？”这番话像一盆冷水浇在郭皇后头上，她终于明白了自己输了，输得彻彻底底。建武17年6月，诏书正式发布，废太子刘强，改封东海王，立东海王刘洋为太子。同时，另一道诏书也发布了废郭皇后，改立贵妃殷氏为皇后。消息传出，举国震动。在阴丽华的院子里，她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给儿子讲故事。夫人，诏书下来了。侍女激动地说：“您被立为皇后了。”阴丽华愣了一下，然后放下手中的书，缓缓站起身。她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天空。10几年了，从当初让出皇后之位，到今天终于被立为后，她经历了太多。这个位置不是她争来的，也不是她抢来的，是时间选择了她。那天晚上，刘秀来看她。终于，我可以正大光明地给你应得的位置了。刘秀握着她的手说。阴丽华摇摇头：“这不是我应得的，这是你给我的恩典。”一不，这是你应得的。刘秀认真地说：“这些年你受的委屈，我都记得。”阴丽华看着他，眼眶有些湿润。其实我不委屈，真的，我知道。刘秀说：“正因为你不觉得委屈，所以你更值得这个位置。”册封大典在1个月后举行。那天，阴丽华穿上了皇后的凤袍，戴上了凤冠。她站在大殿里，接受百官的朝拜。这一刻，她想起了很多年前在南阳集市上的那个下午。那时候，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家闺秀，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她想起了新婚那天，刘秀对她说的话：“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成为这世上最尊贵的女人。”现在，这个承诺实现了，但她却不觉得有多么激动，因为她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个位置，而是那个愿意守护她一生的人。大典结束后，阴丽华去看望了被废的郭皇后。郭皇后住在一个偏僻的宫殿里，失去了皇后的尊荣，也失去了往日的骄傲。看到阴丽华时，郭皇后冷冷地说：“你是来看我笑话的。”阴丽华摇摇头：“我是来看看你需不需要什么。我不需要你的施舍。”阴丽华沉默了一会儿，说：“郭姐姐，我知道你恨我，但我想告诉你。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抢你的位置。那你现在坐上了那个位置，不是很得意吗？”“我不得意。”阴丽华认真地说，“因为我知道这个位置本来就可以是你的。如果当初你能对皇上好一点，对后宫其他人好一点，不要那么计较，不要那么偏执，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郭皇后愣住了。阴丽华继续说：“我们都是女人，都想在这后宫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方法不同，结果就不同。你用强硬的方式去抓，结果越抓越紧，反而把一切都弄丢了。而我选择放手，反而得到了。这不是我比你聪明，也不是我比你幸运，只是我们选择的路不同而已。”郭皇后低下了头，她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阴丽华走上前，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好好过日子吧，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从那天之后，郭皇后变了。她不再刁钻，不再刻薄，她安静地住在那个偏僻的宫殿里，不再过问任何事。而阴丽华正式开始了她作为皇后的生涯。第6章，母仪天下，东汉最稳的皇后。建武18年
冬天，作为新任皇后阴丽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后宫，但她整顿的方式和以前的皇后都不一样。她没有清洗郭皇后的势力，也没有打压那些曾经跟郭皇后走得近的妃嫔，相反，她对每个人都很和善。有一天，一个曾经跟随郭皇后的妃嫔被召到阴丽华面前，那个妃嫔战战兢兢，以为阴丽华要秋后算账，但阴丽华只是温和地问她：“你在后宫过得还好吗？有什么困难吗？”妃嫔愣住了：“娘娘，您不怪我吗？”怪你什么？阴丽华笑着说：“你只是站在你认为对的一边，这没有错。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从今天起，我们都是一家人。”这种宽容的态度，让后宫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很多。那些曾经战战兢兢的妃嫔们慢慢放下了心，她们发现这位新皇后和她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阴丽华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而是一个真正关心她们的人。有妃嫔生病了，阴丽华会亲自去看望；有妃嫔想家了，阴丽华会让人给他们送家书。慢慢的，后宫的人都开始尊敬她，不是因为她的地位，而是因为她的人品。但阴丽华清楚地知道，做皇后不只是管理后宫这么简单，她还要辅助刘秀治理国家。有一次，刘秀在处理一个案子时遇到了难题，那是一个关于外戚的案子，一个外戚的子弟犯了法，按律应该严惩，但那个外戚是开国功臣的后代，如果真的严惩，可能会引起其他功臣的不满。刘秀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晚上，他和阴丽华聊起这件事。阴丽华听完，想了想，说：“陛下，您觉得法律重要还是人情重要？”“当然是法律重要。”“那就简单了。”阴丽华说：“依法处理，但在处理的时候要注意方式。”“什么方式？”“先私下和那个外戚谈，告诉他，法不可废，但念在他父亲是功臣的份上，可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如果他愿意接受，就让他的儿子去边疆服役，既惩罚了他，又给了他一条活路，其他功臣也不好说什么。”刘秀眼睛一亮，这个办法好。后来，这件事就按照阴丽华的建议处理了。那个外戚虽然心里不情愿，但也接受了。其他功臣看到刘秀既坚持了原则，又留了情面，都觉得皇帝做得很得体。从那以后，刘秀遇到难题时，常常会来问阴丽华的意见。他发现这个女人虽然身居后宫，但对人性的理解、对政治的把握都非常敏锐。有一天，刘秀笑着对她说：“丽华，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那些大臣还要聪明。”阴丽华摇头：“我不聪明，我只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所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刘秀点头：“你说的对。”建武20年，太子刘洋已经10岁了。作为太子的母亲，阴丽华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但她教育孩子的方式和郭皇后完全不同。郭皇后当年对刘强百般溺爱，什么都替他做主，而阴丽华则要求刘洋从小就独立，要学会自己做决定。有一次，刘洋和几个小朋友玩耍时，不小心打破了一个花瓶。太监想要包庇太子，说是别人打破的，但阴丽华知道后，把刘洋叫到面前，问他：“是你打破的吗？”刘洋低着头，不敢说话，抬起头来看着我。阴丽华严肃地说。刘洋抬起头，眼眶红红的：“是我打破的。”“既然是你打破的，就应该承认。”阴丽华说：“身为太子，更应该诚实。你要记住，做错了事就要承认，这是做人的基本。”刘洋含着泪点头。阴丽华摸了摸儿子的头，语气柔和了一些，去给打破花瓶的主人道歉，然后从你的零花钱里拿出来赔偿。是。母后看着儿子走出去的背影，身边的宫女小声说：“娘娘，太子还小，您这样要求他，是不是太严格了？”阴丽华摇头：“正因为他小，所以才要从小教育，等他长大了，习惯养成了，再改就难了。可是太子是未来的皇帝，用得着这么诚实吗？”宫女不解地问。阴丽华看着他，认真地说：“正因为他是未来的皇帝，所以更要诚实。一个不诚实的皇帝，怎么能治理好国家？怎么能赢得百姓的信任？”这番话让宫女若有所思。除了教育儿子，阴丽华还很关心朝廷的政事。虽然她深知后宫不能干政的道理，但她也知道，作为皇后，她有责任为国家的未来考虑。
有一次，刘秀想要大赦天下，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阴丽华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陛下，大赦固然能收买人心，但也可能放纵罪犯。他说，那些真正作恶的人，如果也被赦免了，对那些守法的百姓来说，公平吗？刘秀愣住了。你的意思是，不要大赦？不是不赦，阴丽华说，而是要有选择地赦，比如那些因为饥荒而偷窃的人，可以赦免，但那些杀人放火的恶徒就不应该赦免。刘秀想了想，点头，你说的对，朕考虑的不够周全。那次大赦就按照阴丽华的建议进行了，只赦免了那些情有可原的罪犯，而真正的恶徒依然被关在监牢里。这个做法得到了百姓的称赞。建武25年，殷家出事儿了。阴丽华的一个侄子仗着自己是皇后的亲戚，在地方上欺压百姓，有人告到了朝廷。刘秀把这件事告诉了阴丽华，想看她的反应。阴丽华听完，脸色很难看，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依法处理。可是他是你的侄子，正因为是我的侄子，所以更不能姑息。”阴丽华坚定地说：“如果我包庇他，别人会怎么看？会以为皇后的亲戚可以胡作非为，到时候殷家会变成什么样？会变成第二个郭家。”刘秀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敬佩。丽华，你能这么想，朕很欣慰。那个侄子最后被严惩了，殷家的其他人都很害怕，以为皇后会怪罪他们。但阴丽华却召集了殷家的人，对他们说：“我们殷家能有今天，是因为皇上的恩典，所以我们更要谨慎，更要守法。如果谁仗着我皇后的身份胡作非为，不要怪我不讲情面。”从那以后，殷家的人都变得非常低调，他们不敢做任何违法的事，也不敢欺压百姓。反而，殷家的名声越来越好，百姓们都说，殷皇后虽然是皇后，但她的家族却是最守规矩的。建武30年，刘秀病重，那段时间阴丽华几乎寸步不离地照顾他。一天晚上，刘秀拉着他的手，虚弱地说：“丽华，如果我走了，你要好好照顾杨儿。”阴丽华的眼泪流了下来。您不会走的，您还要看着杨儿登基，还要看着东汉的江山越来越稳固。我知道我的身体。刘秀说：“我这辈子做过很多对不起你的事，但我想告诉你，我最爱的人始终是你。”我知道。阴丽华哽咽着说：“我一直都知道。嫁给我，你后悔吗？”刘秀问。阴丽华摇头，不后悔，从来没有后悔过。几天后，刘秀驾崩，临终前他留下遗诏，要求太子刘阳即位，阴丽华为太后。刘秀的葬礼办得很隆重，整个东汉都在哀悼这位开国皇帝。而阴丽华从始至终都很平静，她没有痛哭，也没有崩溃，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目送着刘秀的灵柩被送进陵墓。葬礼结束后，有大臣来问她：“太后，您不伤心吗？”阴丽华看着远方，轻声说：“伤心，但哭不能让他回来。我现在要做的是守护好他留下的江山，守护好我们的儿子。”刘阳即位，是为汉明帝。作为太后，阴丽华开始辅佐儿子治理国家，但她从不干政，她只是在儿子需要的时候给他建议，更多的时候她让儿子自己做决定。有一次，刘阳遇到了一个难题，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来问母亲。阴丽华听完说：“你自己觉得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所以才来问您。你是皇帝，你要学会自己做决定。我可以给你建议，但最终的决定必须你自己做。可是没有可是。”阴丽华认真地说：“你父亲把江山交给你，就是相信你能守住，你要相信你自己。”刘阳点点头，最后做出了自己的决定。虽然那个决定不是最完美的，但阴丽华还是表扬了他。很好，虽然还有不足，但这是你自己的决定，以后多经历几次，你就会越来越好。就这样，在阴丽华的辅佐下，刘阳慢慢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皇帝，而阴丽华也成为了东汉最受尊敬的太后。建武中元2年，也就是公元57年，阴丽华在宫中平静地离世，享年60岁。临终前，他把儿子叫到床前，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母后只是去陪你父皇了。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刘阳问。
阴丽华想了想，说：“记住，做一个好皇帝，不是要做很多事，而是要做对的事。善待百姓，不要苛捐杂税；善待大臣，不要猜忌功臣；善待后宫，不要宠溺妃嫔。还有，要记住郭皇后的教训，不要让外戚干政。”刘洋一一记下。阴丽华又说：“还有一件事，我死后要简葬，不要铺张浪费。母后，听我的。”阴丽华说：“我这一生从来不喜欢铺张，死了也要简单。”说完这些话，阴丽华闭上了眼睛。她走得很安详，脸上甚至带着微笑。刘洋下令为母亲举行国葬，但按照阴丽华的遗愿，葬礼办得很简单。在阴丽华的灵前，刘洋哭着说：“母后，您这一生太不容易了。您让出了皇后之位，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您不争不抢，却得到了最好的结局。您教会了儿臣什么叫真正的智慧，什么叫真正的母仪天下。”阴丽华的葬礼结束后，百姓们自发地来祭奠，他们送来鲜花、烧香、跪拜，一直持续了好几天。一个老妇人跪在灵前，哭着说：“太后娘娘，您是好人啊！您在世的时候，从不让外戚欺压百姓，我们都感念您的恩德。”另一个年轻人说：“太后娘娘教导出了明帝陛下这样的好皇帝，东汉有福了。”在史书上，对阴丽华的评价是：恭谨简约，不好赏赐，不干预政事，性情仁慈爱人。但这十几个字远远不足以概括她的一生。阴丽华的一生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乱世中找到自己位置的故事。她嫁给刘秀时，她还只是一个前途未卜的起义军将领。她陪他经历了最艰难的岁月，却没有抱怨。她让出皇后之位时，不是软弱，而是智慧。她知道有些东西越是抓得紧，越是容易失去。她长期为妃时不争不抢，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看得透。她明白，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地位，而在于品德。她终于成为皇后时，不是因为运气，而是因为时间选择了她。她用10几年的坚守，证明了自己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她母仪天下时，不是靠权势，而是靠人格魅力。她用宽容和智慧稳定了后宫，也帮助儿子成为了一个好皇帝。阴丽华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争不来的，越是着急，越是得不到。但如果你能守住本心，不被外界影响，坚持做对的事，时间终究会给你一个公道。就像桃花，每年春天它都会按时开放，不早不晚，不争不抢，却灼灼其华。阴丽华就是那朵桃花，她用一生的时间向世人证明了什么叫不争而善胜。她没有郭皇后的张扬，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她没有参与任何斗争，却成为了最后的赢家。她让出了一时的名分，却得到了一世的美名。这就是阴丽华，一个在乱世中嫁给前途未卜的男人，却用智慧和坚守，最终成为了东汉最稳定的皇后。一个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女人。夜深了，阴丽华的故事讲完了。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低谷，如果你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对待，如果你感到迷茫和不安，请想想阴丽华。她告诉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焦虑，更不要用错误的方式去争取。该是你的，时间会还给你；不该是你的，强求也没用。守住本心，做好自己，其他的交给时间。时间会给每个人一个公平的答案，就像他给了阴丽华一个最完美的答案一样。晚安，愿你也能像阴丽华一样，在纷扰的世界里保持内心的平静。愿你也能像那朵桃花一样，在该开放的季节灼灼其华。晚安。